克劳迪先生，你现在是不是急需2000包生丝？我们吴家的主营业务就是生丝，或许我可以帮你。你可以在10天之内，把所有的生丝送到上海吗？可以。我每包最多只能给你出到310两银子，超出这个价格我就亏本了。克劳迪先生，这个价格我也会亏本，但我还是可以答应你。不过，我有一个额外的条件。你说。我想跟你签订10年的协约，今后10年，你只能从我这里采购生丝。啊，不行，万一你给我高价格呢？我们可以在契约里约定，同样品质的生丝，我的价格不能高出市价，一旦高出，你有权在其他商人那里购买。但是同等品质、同等价格的生丝，你只能向我购买。我们这样吧，我们先把这个单签好。如果这次顺利合作的话，那我就签你们的10年约。如果这次不顺，一切免谈。行，先签了这一单再说。少奶奶，我们吴家什么时候主营业务变成了生丝？现在，你刚才答应给人家2000包生丝，我们到哪儿去找？这湖州不是盛产生丝吗？我们现在就去。湖州距离上海也就1天的车程，为什么克劳迪跟沈星移不去？因为他们知道湖州的生丝价格绝对不止310两一包。我不管湖州的生丝是什么价格，我都必须拿够2000包。那不是净亏吗？王世军，你身为吴家的大管家，做生意怎么能够只看今年？要看就看10年。10年？就算350两银子一包，2000包，我们共亏8万两。如果克劳迪洋行愿意跟我们签10年订单，10年，就算1年只挣1万，这8万也回来了。如果克劳迪只给我们签了1年的订单，那我们该怎么办？我相信只要我们足够完美，他会愿意跟我们签约的。好，就算克劳迪跟我们签了10年的订单，那么他洋行开不下去了怎么办？你看看上海这繁华，像是生意做不下去的景象吗？从昨天到今天，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商号店铺，哪一家不是欣欣向荣之气？王世军，你还担心什么？你将来怎么面对沈星移？相信我，我有足够的理由这么做。你还有问题吗？最后一个问题，采购2000包生丝需要现银70万两，我们到哪儿去找那么多现银？我们是没有，但有一个地方有。哪儿？银行。快！少奶奶，这里面那么多洋人，我们是不是要谨慎点啊？我若像你这么胆小，那我现在还在街头卖艺呢。
少奶奶回来了。，2000包生丝已经全部交接完成，顺利吗？非常顺利。克劳迪先生亲自验的货，但是其中有一角颜色略有偏差，我以为他会刁难，可他什么也没提。他是没看见，还是不在乎？这个我也不知道。少奶奶，克劳迪先生，克劳迪先生，那批生丝还没有上船吧？我们刚刚开始办了。还好，怎么了？我刚刚才知道，这批生丝里面有一角颜色有点问题。不会吧？我每一包都看过了。我们还是再看看吧，没这必要，我都已经开始搬运了。保险起见，还是先看看吧。行吧。快去。夫人，这批生丝的质量比我预料之中还要上涨。就算其中有一角、两角质量不过关，我觉得也不碍事。找到了，就是这一角。你当时既然发现，就应该告诉克劳迪先生。抱歉，克劳迪先生，是我疏忽了。夫人，你不用责怪王先生，这点差异，不仔细看的话就根本看不出来。这么明显的瑕疵，怎么可能看不出来？没关系，我能接受。我不能接受。对不起，克劳迪先生，我不能把这样的生丝卖给你。其他的中国人给我卖过那个生丝，比这个差远了。别人怎么卖我不管，但是从我手里出来的生丝，必须是最好的。那你就把这个角就换掉吧。不，要换就换整包。王世军，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花多少钱，1个时辰之内，必须把这整包生丝给换了。好。对不起，克劳迪先生，耽误你的时间了。要不这样，这包生丝我不收钱，算我免费送给你的。夫人，这包生丝我一定要付钱，而且我希望与你尽快签下那个10年的订单。可是，我们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你还愿意跟我合作？夫人，我到中国已经5年了，我一直在寻找你这样的商人，我今天终于找到了。谢谢你的信任。那我们今天晚上庆祝一下吧。好啊，但这顿饭一定由我来请，也让我这个中国人尽下地主之谊，也庆祝我们合作成功。好啊，我们中国人喜欢热闹，你多邀请几个朋友来参加。那我把商会的朋友们都叫上，也顺便介绍你跟他们认识。非常乐意，谢谢。春信，春信，哎，快，把我那2身漂亮衣裳找出来。怎么了？一会儿我要请洋人吃饭。你要请洋人吃饭？王世军回来了吗？回来了。王世军，王世军，少奶奶，什么事儿？你和福来赶紧去准备一下，要让那些洋人知道，他们想要买的任何东西我们都有，他们想要卖的任何东西，我们都可以帮忙卖出去。你的意思是，要那些洋人知道，我们吴家的生意商行遍布中华，而我们经营的货品包罗万象。是，就这意思。可是怎么能让这些洋人相信呢？你动一动脑子啊，让他们不得不相信。我明白了。少奶奶，这2身穿哪个？
这衣服本来是要穿给他看的。我刚刚和吴夫人完成了一笔生死交易，她的为人和经商之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打算跟她长期合作。Claude， 你真是幸运。怎么了？你还没跟那个陈老板谈好吗？他一问不少，怎么谈？怎么了？比利想采购一批绿茶，但是还没找到合适的。比利先生，或许我可以帮你。我在中国的湖南有几片茶山，茶叶的质量都非常好，价格也都非常的低。真的？我可以先提供一些样品给你，你先试试，我保证你一定会满意。夫人，你可解决了我的烦恼，谢谢。谢谢。干了。吴夫人，原来还做茶叶生意。我们除了生丝和茶叶，我们的主营业务还有瓷器、药材、丝绸，还有洋布。只要是赚钱的生意，我们都做。老肉先生，你想要什么货物尽管开口，我能帮忙的一定尽力。我不想买什么，但是手里有一批现货，正在寻找买家。不知道夫人可不可以帮忙？只要不是伤天害理的事情，能赚钱的，我们都做。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倒可以谈一谈陕西的经销权。要谈，我们就谈中国的经销权。我怕你做不下来。老日游先生可能对我们还不是特别的了解。我们陕西吴家在中国有几百家商号，从上海到迪化，从广州到黑龙江，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我们吴家的招牌。哦，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因为中国人做生意向来低调。我的中国的朋友告诉我，吴夫人正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商人。恩柔先生，就算你没听说过陕西吴家的名号，但是我们陕西吴家的货品，你一定用过。你看，你们的餐布，在每一张餐布的角上，都有“民妇”二字，而民妇洋布，就是我们吴家的产品。还有这个瓷盘，在每个瓷盘的底部，有安吴杂货，这就是我们吴家所代理的瓷器。还有这间餐厅，它不仅备有洋酒，还有中国酒。在那边的酒架上就有3种中国酒。古沁酒是我们吴家淮安酒坊所酿，淮安酒我们吴家也有参股。至于那玉妃稠酿，玉妃稠酿酒曲就出自泾阳吴家。谢谢。不错。尝尝我们中国的酒。夫人，我要跟你合作。这是我的荣幸。夫人，除了茶叶，我还有其他生意和你谈。非常荣幸。原来你在中国竟然这么有实力，看来我与你签约真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也是我的荣幸。
对了，后来那个沈西尼又来找我，他想弥补，但是我已经告诉他我与你签约了，所以。那他是什么反应？他很失望，也生气了。我们签约不会影响你和他的友情吧？不会，我和他本来就不应该有什么友情。来，喝酒。You know, Chinese women appear really strong. But the truth is,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are very different. Chinese are extremely conservative. And if you do business in China, you're sure to have problems. A lady should not behave that way. Claude works with her. Let's move. All Chinese think the same way. 他们是在说我吗？他们是说中国人是保守固执，他劝 Billy 和 Lario 不要跟你合作。你不用理会他，他才是保守固执的。他已经到中国很久了，从来没有跟中国人做过生意。是吗？你们中国人也许觉得这是伤风败俗，但其实这是我们西方人的一种交际方式，仅此而已。如果你觉得尴尬，我可以陪你离开。啊，不。莫斯乌先生，我可以请你跳支舞吗？Go ahead. You expect that? No. 克劳迪先生、比利先生、劳瑞欧先生，初次见面，不胜荣幸。Cheers。你真的是中国人？我可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你跟其他的中国人不一样。其实我和他们都一样，在生活中都比较含蓄，但骨子里，我们既不保守，也不固执。你改变了我对中国女人和对中国的看法。还有，我会考虑我在中国的生意。太好了，非常乐意和您合作。我也是，夫人，你在哪里学习的跳舞？这是一个很久以前的朋友教我。